幾個人來都不用怕孤單，因為處處都可以有旅伴。風獅爺，哇！我覺得到金門尋找風獅爺啊，真的是一大樂趣。像我們所在的這個地方呢，它就是後水頭。後水頭的這一尊風獅爺，我個人很喜歡，因為它看起來有一點害羞。對，而且我發現啊，金門的風獅爺啊，都很有自己的個性。每一尊風獅爺都長得很不一樣哦。他們的表情、他們的姿態、他們的高度都不一樣，他們手裡拿的信物也不太一樣。没錯没錯。比如說這一尊風獅爺，他手裡拿的就是繫官印的繩子，還有銅錢，象徵的是升官發財。哇，一定要好好來跟風獅爺好好祈求一下，事業順利。我們也想要升官發財。沒錯没錯没錯。不過在升官發財之前呢，當然是這趟旅行一定要熱血有趣。哦，來到金門一定要很多戶外好玩刺激的，對不對？沒錯，大家可能會認為說，哎，好像尋找風獅爺、文化探索或者是一些閩式的文化是金門旅遊的重點。不過金門這座島嶼啊，可以有很多冒險的地方呢。哦，期待感開始充滿嘍！而且你又是在金門當兵的。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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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有什麼好玩刺激的？就請 Wendy 帶大家一起嘍。對，要喚醒你當年跑3000、跑5000的那個記憶，瞬間回憶都湧上了呢。對，打起你的精神，好，出發！登島成功，建功耶！到了！小布，你跟那個海賽跑有跑贏，有成功，我們成功了。這真的是我人生最大的突破了。為什麼呀？這樣？我腿在抖。有啊！好夠涼！我要醉了，我要醉了！对，会不会摇一摇就先醉？小鹿，你準備好要起跑了嗎？我們今天旅程一開始就要跟海賽跑哦！哇塞，你這個女鐵人，平常到我們在路上跑就算，你竟然連在海上都還要跑。對，但還沒開始跑，你怎麼就好像有點喘了？拿出你國軍的精神好不好？好，拿出國軍平常訓練3000公尺的日常精神。对，我們今天呢跟海賽跑啊，因為我們有目標的，我們有目的地的。哎，領跑人是我在金門的好朋友 Angie。我們等一下就是要跟海，還有跟時間賽跑，對吧？对啊，其實最重要是因為這條步道是有時間性的，對。那如果說我們沒有在這個時間上去的話，很快它就是會被海水淹沒這樣子。就是我們背後的這一條步道啦。你看現在這個步道好像是跟一般的步道沒什麼差別，就是一條沙灘路。沒有，如果你跑得不夠快的話，過去了，可能海水就淹上來，你就回不來。對，所以我們有可能會被困在島上。不是，你就自願留營啊！什麼困在島上？你國軍怎麼這樣？自願留營。突然送出一張紙，對，自願留營表。麻煩3年後再來接我，謝謝。對，但是我們要前進的那個 finish line 那個目的地是建功嶼，也是一個很值得造訪、很值得留營的地方。沒錯，建功嶼它是什麼樣的背景呢？其實。建功嶼這個位置，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它就是在大金門跟小金門之間嘛。那它就是控制了這個金烈水道，所以其實從自古以來，它就是算是一個蠻重要的軍事的地點這樣子。那我們大概有多少時間可以走過去？我們現在差不多來回的話，其實也還蠻快，但是我們盡量就是在1個鐘頭之內完成。哦，1個鐘頭要來回。我們只有1個鐘頭哦。對，但其實說是1個鐘頭，但是是來回，所以你走過去只有半個鐘頭。對。半小時，要把握時間，要把握時間呢，快跟時間賽跑，跟海賽跑，好 ，Go， 咱們走。安姐，那個綠綠的石頭是什麼啊？那個是後的裝置藝術。哎，我知道後是什麼啦。後是什麼？但你有聽過後嗎？我有聽過後，它感覺很像是，我印象中是個很像活化石的生物，对不对？哎，有概念，但我都覺得後是外星人，很像。其實後的話，
剛剛小路有提到，它就是真的是一個活化石，好幾億年前了，對，然後還可以一直存活到現在。那金門縣政府的話，就是有做復育，好，所以在這邊還可以看到蠻多數量的。可是為什麼後要把它做成綠色的，然後放在這個大岩石上呢？是一個造景藝術的概念嗎？對，因為這塊地方本來就是後它的棲息地，對，那。放上這裝置藝術也是讓來玩的人可以更知道說，哦，原來後就是在這個地方生活這樣子。那如果說我們在走這步道的時候，有時候運氣好，可以在泥灘上面看到真正的小後。真的嗎？對，可以真的看到小後，白天也找得到。对，也找得到。而且如果說你沒有看到真的小後的話，在這個潮線沙灘上，也有可能會遇到它退下來的殼哦。那我們找找看。好，来找一下，来找一下，搞不好可以真的找得到哦。对啊，我是看到很多螺类的。哎有哎，这个，它是壳嗎？還是这裡？它是殼還是活的？Ann姐，這應該是它退下來的殼，它就是外星人呢。對啊，我就說它這個尾巴是它的發射器，就是它一直在跟那個外星報告地球如何。對，可是其實它很可愛。對啊，小小的更可愛。但Ann姐，為什麼我們現在看到的殼它是土色的，但是裝置藝術要把它做成有點綠藍色的呢？真正的後的話，其實是差不多那個顏色，綠藍色的後。對，而且我覺得，就是藝術家也很有心，在海岸上面有一個這樣子的藝術造景。對啊，而且我覺得這邊整個很像是一個戶外的美術館。對啊，就我們要跟海賽跑之前，還受了一些藝術的熏陶。對，但我們不能被你耽誤太久哦，因為我們要跟海賽跑。沒錯。小路，你看旁邊超級多螃蟹耶，而且還有彈塗魚耶。對啊，生態好豐富，這個密集度有點驚人。這表示這一塊地都保育得非常好。對，所以它也是很天然的生態教室。沒錯。所以其實像帶小朋友來這裡是蠻不錯的一個點。對，超多的，我們一走過去，他們就不，對，很忙，瞬間移動，對，大大小小都有。仔細找找看有沒有後哦。對，我剛剛一直在看哎。我希望可以發現哦，希望是可以有機會找得到，因為在當地的傳說是說，如果有找到的話，是會有好運氣，對不對？對，就是 Q 丟好，好運高 ，Q 丟好，好運高，對。Ann姐，這裡有4個高蹺人呢，他們的腿好長，長腿歐巴。是科名嗎？因為旁邊有很多那個石刻的設置，是表示科名的意思嗎？對，這是一位芬蘭藝術家在2013年就是設置了這個永久型的裝置藝術。那他的靈感發想的確像Vivi剛剛所說，就是從這個科名而來。這個牡蠣人的話，他身高總共是6公尺。那為什麼要設這麼高？原因是因為我們金門的潮差很大。然後在滿潮的時候會達到大概3公尺左右。整個滿潮之後，這個地方是被淹沒的，所以就是一個完整的牡蠣人出現了這樣子。就是牡蠣人站在海上的樣子。對，滿潮的時候它的比例就是對的。對。那如果退潮的時候，就會覺得腿特長。但我覺得把裝置藝術設在海岸上，真的是讓人很有感，因為一般來海岸你會覺得好像就是看生態、看自然環境、看海、看美景，可是沒想到藝術其實也可以融合進我們的生活當中的，對啊，也可以融合進大自然裡面。登島成功，建功嶼，到了。小路，你跟那個海賽跑有掌握時間，有跑贏，有成功，我們成功了。對，登上了建功嶼，就有一種好像可以更體會當年國軍駐軍的時候，在這個小小的島上面，跟對岸遙遙相隔，跟大金門這樣遠眺的感覺。雖然現在駐軍都已經撤掉了，不過我們還是有當年那個氛圍，感受到那個當年當兵駐紮在這個建功嶼上面那個氣息。不過現在是都已經沒有駐軍在這邊了，對，沒有駐軍了。不過鄭成功在這裡哦，鄭成功留下來，那邊有一個鄭成功的雕像，是不是？看起
起來那個雕像很巨大哎，所以那就是鄭成功。对。那因为早期鄭成功曾經駐守在金門嘛，那他的家鄉就是有在2008年的時候送給金門做他的雕像，所以他就矗立在這邊，遙望着他的家鄉就對了，依舊矗立在這裡，精神抖擻的。對，所以你看，我們跟海賽跑走了建功嶼這一條步道，一方面我們又感受到了潮起潮落大自然的變化，又看到了好多螃蟹，認識了後生態上面的吸收，還有藝術品熏陶了我們的心靈，最後又有歷史人文的脈絡，哎，太棒了，對啊，好豐富哦。小路這條老街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地方。早些年啊，我來金門找恩姐玩的時候，其實也都住她家民宿，會來這條老街逛逛，因為它可以找到很多傳統的老滋味。你看，像金門的酸白菜啊，那個罐頭，你有沒有印象？我剛剛看到這個罐頭，這個，哎，這個超懷念的耶！你當兵的時候，對不對？以前當兵的時候就是軍罐頭啊，對，所以現在都可以買得到哎。所以這條老街可以找到很多傳統的記憶。沙美老街，沙美老街其實早期也是金門非常繁榮的一個地方。對，其實沙美老街開發的時間是相當早。那因為早期的話，金門大概在800、900年前就有鹽業很興盛的狀況，然後呢，人也是相當多嘛，然後就形成金門最早的市街這樣子。對，你看這個市街裡面什麼都有，對，有雜貨鋪，有銀樓，有理髮廳、文具店、電器行。但你們會發現他們的整個樣式跟設計還是保留了當年非常傳統的那個樣子。對呀，你看保留下來了那些招牌，你看現在還是用瓷磚當這個扛棒，對，還有那個女兒牆，這在很多地方，即便在金門都不見得看得到。對啊。而且保留的相當完整。你要找一些傳統美食，糕餅啦、燒餅啦，也都是來沙美老街可以找得到的。對。小路，跟你講一個八卦。哎，怎麼？你說。沙美老街又有八卦街之稱哦。八卦街之稱，對。一定是這邊的街坊鄰居，消息都很靈通，對不對？我覺得也有可能是因為它有的巷弄比較狹窄。你看看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如果夫妻在這裡吵架啊，棟距很接近，對，鄰居馬上聽到，就把這個八卦給傳出去，然後里長、村長全部都知道了，是這樣嗎？是這樣嗎，安姐？當然不是啦。那是因為什麼原因叫做八卦街啊？因為早期金門是海盜很多的地方，然後呢，這邊就是把巷子就是做的歪歪曲曲的，就是讓海盜不會那麼容易就是長驅直入。而且進來了之後可能就迷路了。對，而且讓海盜就是一眼看不到巷底。對，這樣子熟悉這個地方、熟悉巷弄的居民們才可以預先做好防禦。對，所以海盜一轉彎有可能就被擒獲就對了。哦，是因為這樣才叫八卦街。是消息很靈通，很愛講八卦。最近很多八卦呢，也不是。但是我們來到這一區又是完全不同的風格。剛剛那裡古色古香，怎麼現在有一種來到了大漠的感受？對，這邊是沙美，算是一個比較新興的觀光景點。這邊的部分的話，就是因為擔心它會坍塌嘛，那後來我們金門縣政府就是在它外部有塗上三合土，好去保護它，對，那避免造成危險。但是也意外成就了一個新的網紅店。對，這個色系其實還蠻一致的，一整排這樣過去，也真的有一點異國風情。對，拍起來很漂亮。對啊，所以就變成在拍所以就變成了一個打卡景點。對，我覺得很划算。沙美老街，你又可以知道以往在金門的歷史，對，你又可以感受那種很多的雜貨聚集的繁榮，接着又可以來到有異國風情的地方，對，這 CP 值很高哎。這個小鎮充滿了多彩多姿、各式各樣的風格。對啊，有一種一老街四吃的感覺，賺到了，真的是賺到了哇！所以我們好有特色，等一下也可以這樣子穿梭其中，感受一下異國風情。
金門的傳統美食，除了廣東粥啊、燒餅這些，有一樣是我個人非常喜歡。我們在走建功嶼的時候，也有看到它哦。我們在走建功嶼的時候有看到它。我知道了，是不是養蚵的那個蚵架跟有關，對不對？對。哦。蚵嗲。傳統美食。對，蚵嗲你懂嗎？蚵嗲我大概知道，因為呢，小時候親戚家有在賣蚵嗲，所以有時候短暫的時間我有去幫忙制作過蚵嗲這樣子。所以你不是只是略懂，你黑白大廚啊，竟然穿黑色跟白色，所以你算是蚵嗲界的黑白大廚。沒有，我只是小小的去體驗過這樣子啦。啊，那我介紹的這一間看起來你應該不會太挑剔吧？所以你今天介紹的時候我還蠻期待的，因為好久沒有吃到蚵嗲了。啊，行家口吻，讓你來評鑑一下。而且我很喜歡這一間，是因為你看它在老屋子裡面，有沒有很有氛圍？老闆好，你好，我們想要點2個蚵嗲。好，那我們等候時間差不多8分鐘，稍等一下。現炸，对，热腾腾最好吃了，好香哦。洪軒老闆很用心，因為一般我們吃的蚵嗲，它可能是比較圓圓的。小鹿，你有注意到這個比較尖嗎？對，它的造型很特別。對，如果以傳統的蚵嗲來講，工法它就是會做比較圓弧形。那可能在包的過程中，它也比較不容易破。對。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說，其實我當初一開始的做法也是比較偏圓弧。那越做越尖，越做越尖，其實可能也是手法上比較純熟。對。然後另外一個想法就是說，那我們金門是屬於戰地，对，那是不是做成這個尖燈的形狀，又炸起來又像金色的，對，那是不是很像那個子彈的彈頭？哦，對，有另外一個特色，另外一個噱頭這樣子。對，金門的石蚵跟一般我們吃到的蚵，跟我們一般吃到的蚵啊，其實口感上面是不太一樣的。對，因為金門它屬於石蚵，它是跟着潮間帶，它那一種就是有點半放生半養殖。那養殖的方法就是跟着潮間帶的漲退潮。對，那海鷗它如果在退潮階段，它可能有4小時，好像是4小時還是6小時，是在沒有水的環境下，它必須要靠自主的運動跟呼吸去維持它的生命，等到下一次的漲潮。對，那它經過活動這樣子漲退潮，那它就有活動力。那我們海鷗就會吃起來會比較 Q 彈。好酥脆，好好吃哦，我的皮，超級甜，非常甜，但是甜中又有蚵啊它本身那個海的鮮味，對，跟一點點鹹味。我覺得它的口感層次很豐富，就像剛剛威迪講的，它的咬下去酥脆之外，它裡面的濕潤，然後我覺得它的內餡的料非常的扎實跟豐富。對啊，皮真的很薄。現在咬開之後就可以知道，剛剛洪軒說的皮薄的那個感覺相當鮮明。就是我們以傳統來講的話，它就是包完之後炸，客人點它就炸一個，起來就給客人了。所以我自己的做法是做2次，第一次先定型，對，然後第2次之後再進行搶酥，把它炸熟。好好吃，你們家的醬料好像加進去也很不錯，對不对？對，我們醬料都是我自己去調製而成的。那很多客人吃過，其實都受好評。還有客人都會說，你們有沒有賣醬料這樣？如何？好明亮的辣醬啊！辣，但是不傷喉嚨，不嗆。對。然後鼻子現在也有那個辣椒的香氣，對，它就是等於給蚵嗲附加另外一個靈魂，就多了一個層次。我的是蒜蓉醬，我剛加上去的時候不得了，我覺得那個蒜蓉味好香啊。我覺得加了蒜蓉醬之後，我覺得它已經從90分到98分了，就是可以衝到100分。因為你知道蒜蓉啊，搭配每一個炸物都非常的搭。对，所以它在那個酥皮上面淋滿蒜蓉醬的時候，你就會覺得哇，整顆的味道整個提升到一個很高檔的層次。我覺得醬料啊是真的
畫龍點睛，又讓本身食物的感覺更有滋有味。对，而且我刚刚在吃了一口，吃到醬料滲入面皮的感觉，就会觉得哇，面皮也变得好灵动。对对对，我觉得这种感觉以后可以特地从台湾本島坐飛機，為了這個 O'Day 而來，我覺得很值得，真的很值得。是誰住在深海的大章魚裡？海綿寶寶，誰是海綿寶寶的可愛老闆？謝老闆，這一位才是謝老闆呢。大家好。謝老闆，我剛剛有注意到這隻在富國墩的巨大螃蟹雕塑，它的整個名稱不是叫做螃蟹，是叫做嗆蟹。对，沒有錯哦，為什麼啊？因為他在這個創作者在我們家喝醉了，然後他覺得高粱酒很嗆，就把它取叫嗆蟹。哦，嗆，高粱酒太嗆了，這麼直白。對，這麼直接哇，這個靈感好特別。所以嗆蟹它是一個品種嗎？還是？它是一道料理，我們富國墩獨門的料理。哦，富國墩獨門的。獨門的。哦，是怎麼樣的料理？可以帶我們去看看嗎？可以，我帶你們去做，你們就知道了。那有勞帶路嘍。好，走。我想要直接跳過手做這個步驟，因為我面前這盤嗆蟹好香哦。跟我想的一樣，我剛剛忍不住想要用手頭。是不是？想要用手指頭沾它，香了啦，超香的。但是呢，謝老闆很有心啦，他要教我們兩個來把手處理螃蟹，因為剛剛謝老闆問我們兩個是都沒有處理過螃蟹，沒有處理過。那沒關係，那我來教你們。你來教一下，我不知道要怎麼從它變成它。對啊，好。小心哦。沒有嗎？有沒有離開？你打蒼蠅是不是？不是哎，我知道你的問題是所在的，因為你都拿刀背在敲它，你要平削，你是不是在家不做菜啊？媽媽來啦，讓媽媽來好不好？可以，可以，對呀，這進廚房幫忙的小孩，哎呀，你看看是不是 delay 我們品嘗的進度？再一下，在下，是不是有這麼難嗎，孩子？好，可以，哎，很漂亮。有進廚房的媽媽還是不一樣。洗好的螃蟹，我們就要加調料嘍。我直接加下去。沒有，等一下，我們要先。你不是剛在問我說高粱嗆蟹的嗆到底是在哪裡嗆嗎？那我們現在讓你知道說高粱嗆蟹的嗆就是這樣。就是高粱嗆。對。我們要加入我們那個金門產的高粱酒，我們來個2個湯匙。2個湯匙。對。不是整瓶哦。好。那我們稍微給它拌一下。拌一下。對。有哦，好高粱，我要醉了，会不会摇一摇就先醉了？這個第一個步驟就完全把嗆這個字如何入魂的那個感覺就非常明顯，開宗明義就直接來個嗆。對啊，然後其他的調料就沒有分順序了吧？其他調料就沒有分順序了，靈魂已經進去了。對啊。被這個香氣熏陶了這麼久，終於可以吃了。好入味哦！而且蟹肉好軟，好滑嫩哦。那個蟹肉跟我想象有點不一樣哎。它完全軟嫩，然後又很滑，而且我們這個蟹肉你用吸的就可以吸得出來。就一般蟹肉，因為我們都是蒸熟了居多，所以會有一個纖維。對，就是大家也喜歡吃那個蟹肉的纖維嘛，滑滑嫩嫩的蟹。可是這個幾乎是它有點像凍的感覺，它有點像凍，然後有點像很 Q 的泥。對，它完全好入味哦。對，你講的泥也是有點肉泥那種感覺，但是又很滑順的肉泥，不是那種顆粒型的肉泥。這個好好吃，而且它的整個高粱香氣，還有醬料的香氣，通通都被融合在裡面，被吸得飽飽的，好讚哦！好讚哦！很下酒啊，我們這一個晚上高粱酒都喝好幾罐啊。這個會
一直不停的想吸它。对啊，这會不小心一下子吃很多汁哎。對啊。這一樣食物，它會黏你的嘴，你的嘴會想要黏着它不放，因為你即使把裡面的蟹肉吃完了，它還有很多的醬汁，那個汁你會想要一直吸吮，咻咻咻咻咻，想要一直把每一滴都吸進去，一滴都不想放過的那种感覺。把它一滴都吸得不剩哎。而且我必須說，它那個嗆，我們剛剛在制作的時候，它是高粱那個嗆，但是我們現在這個成品經過6個小時醃完了之後來吸，我覺得它是除了高粱嗆之外，它有蒜頭啊、辣椒啊這些調味料的那個嗆香味融合在一起耶。对啊，最厲害的還是蟹肉啦。因為我一直以為會讓我驚豔的是醬料。但雖然醬料也讓人覺得哦，真的有夠好吃，可是真正驚豔的是蟹肉的質感。沒錯，蟹肉的質感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樣，它真的就是很滑溜，好好吃哦，好好吃哦。原來是這種口感，這個真的會連一點邊邊都不想放過。對呀，阿嬤好會發明哎。要勾單兵，翁小璐，注意哦！前方有9公尺高障礙，請問單兵如何處置？報告上班長，單兵現在覺得頭暈目眩、心臟無力、血壓升高、兩腿發抖，可以直接昏倒地上處置。沒出息，這麼誇張，欠磨練啊，是不是？是。宗儒教練，欠磨練，趕快來給他磨練一下。真的必須的。報告教練，哎，怎麼了？報告教練，這真的有點太誇張了。可以嗎？報告教練，叫你報告教練，不是抱住教練，不要隨便抱住教練。我覺得這是安全的啦。給他一點任務，比較安全。給他一點任務。對，你以前是當什麼兵種的？快跟教練說。報告教練以前負責參議的工作。參議的工作嗎？是，我以前也是。啊，對，一樣的。不要靠關係，靠關係也沒有用的。是，因為這裡也沒有文書的工作可以讓他做。這裡沒有，因為這裡是我們金門柳營多元極限體驗園區。那它以前是工兵的駐地。是。對。所以現在有很多不一樣的任務跟設施可以體驗。沒錯。對，教練先帶他去第一個指定任務吧。好，那我們接下來往第一個挑戰項目前進。是。向左轉。1、2，起步走。哦，哎，腿軟了，太誇張了。你1、2、1還落拍啊你哈！全副武裝之後，我好興奮啊！你準備好了嗎？準備好了。好，往那邊前進。我們等一下玩的是森林滑手，你要看往下有一片的森林，我們會在森林裡面遨遊，跟小鳥一樣。OK。這個地方真的是很有高低起伏的。這種天然可以營造出來讓我們玩樂的空間，沒錯，對啊，好值得好好的細細品嘗一下。那我們等一下就順順的這樣走出去就好了。OK， 就過來了，來了。Go！ Go！ 哇！不錯啊，不錯，小璐，你看起來沒有緊張，很好玩哎，好玩哦，這個好玩。其實你覺得好玩，但現在緊張的是我，因為我等一下如果滑過去，是你要抓住我，你知道嗎？我們沒有打算要抓住你，你沒有抓住我，你為什麼不早講？為什麼不早說？好了，為什麼要在我前面？不要擔心，我們會抓住你啦。Are you sure？ 你要抓我的繩子 ，OK？ 可以 OK。好 ，Go。I'm ready。Go。哎，我怎麼歪了啊？哎，有沒有？是不是？不是，你要抓我的繩子。我先把 hold 住。你要抓我的繩子，他沒有辦法離開這根柱子。我好害怕，導演，我好害怕小璐在我前面。我覺得這個是我最安全的方式。這邊比較高哎，你有壓力嗎？我發現。不要看下面 ，Don't look down。來，腳抬起來。腳，棒。小璐，你表現很好哎。有，來。
不是，你要抓我的繩子，他一直抓我的手，他一直，我會忘記啊。他一直想要報警處理。對，我想要報警處理。我跟你講哦，這真的是我不要看下面，人生最大的突破了。這是你從影以來最大的尺度。對，進圈子到現在，最刺激的就獻給 GoGo 台灣了。可是我覺得你現在很鎮定，因為你還可以一邊走一邊主持啊，表示這沒有很難。不是啊！不要這樣！哎，我的聲音喊到商業機場都聽到了啦！救我一下！救一下！等一下！好 ，OK。我真的覺得小鹿非常有挑戰極限，還有突破自我，因為我在這個距離都看得到他手在抖，他手真的在抖。這個其實旁邊的山坡很近，所以你那個視覺感會其實比較沒有騰空那麼。好，我抓住了這次。謝謝你。好了，你們準備好了嗎？好，然後我們就這樣倒出去，然後雙手放開去抓那個網子就好了。哦，就這樣。這麼可愛。貝爾撲火！哇！教練好帥。哦。手放開，手放開。哇！很大。对啦。Go！從從容容，游刃有餘。哎呦！抓好！让他回來，教練。Go！往前，从這邊，完成！我覺得小鹿很棒哎，除了你推我那一下之外，其他的部分都很棒哎。人生突破大挑戰。但是剛剛這些，你有覺得害怕或是？中間有一度就是要走那個梯子，就是高空步道那個梯子，有稍微比較害怕。對，但其他關，因為其實它這個鋼索跟安全扣這些都是非常安全的，對，所以就是雖然會有點小害怕，但是你會知道說你是安全的。接下來的這個挑戰呢，我覺得對小鹿來講，更是一個突破自己的好機會。對，真的是。今天這關爬完以後，你之後就不會懼高了。哎，你不錯，你沒害怕啊，小鹿。速度很快耶！你快完達成自己的目標了。You can do it！ 哎，小鹿你表現很好哎，瞬間就看不到你的车尾燈啊。我腿在抖。手抬到那個平台就好了，我們不上去了。手摸到它。好緊張哦，我都真的緊張了起來耶。哦，小鹿你好棒，快摸到了 ！Bravo！ 不行！没事，我觉得已經很棒了。你摸到了那個 top， 有吧？有，你摸到了那個平台。為什麼主持費這麼難賺？而且主持費還沒多少。為什麼於斯達出國了？於斯達還給我回來哦你。OK， 我們爬一半了。我覺得我可以理解小鹿剛剛那個想要往下爬的感覺。你真的不想要跳下去哎？是不是？不想要跳下去哎。而且這上面也太晃了吧！你可以先坐上去，或是用蹲着也可以。站哦！好，加油！1、2、3，差一點點，指尖有碰到。
好可惜哦，這很厲害耶。没有，我指尖有碰到，手套指尖有碰到。因為老實說，如果有長期收看我們節目的觀众朋友，應該也知道，我不是第一次挑戰。但是呢，不管你挑戰多少次，站在那個地方還是會有很大的壓力。對。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我們極限體驗園區存在的重要性。一方面讓我們體驗大自然，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不用真的完成，可是你每次挑戰自己一點點，然後你知道自己害怕的是什麼。像小鹿今天就很棒，哎，我碰到頂了耶！對呀，你跟上次比已經非常太多了，上次那個哎不要再回放了，拜托。所以我们下次教你通告的時候，就差不多可以跳下來。是這樣，是不是？好啦，我努力，我努力。哎，下次還有啊！好，下次再來玩。你不知道導演心中整人的環節，下次再來找教練，無窮無盡。沒問題。謝謝教練，謝謝。小鹿，我覺得剛剛你的體能極限考驗表現的還算是可圈，可點，還好有可點，應該還算 OK 吧？可圈，可點，有進步啦。至少呢，也要慰勞你一下。那你知道自古以來啊，針對有功表現優異的將士，都要怎麼慰勞嗎？當然是論功行賞，廣設宴席。哎，沒錯，就是要廣設宴席，讓將士們吃點好吃的。對，沒錯。那我現在當然就是要帶你去吃點好吃的嘍。太好了，金門美食最好吃了。金門好吃的美食很多點呢。對啊，那我們現在趕快抓緊時間，因為我們要去各地把美食都吃一遍啊。你說一間一間搜羅嗎？對啊。不用，對你這種有功將士，怎麼可以帶你東奔西跑、四處的奔波呢？當然是廣設宴席，有一桌宴席，可以讓你把金門的好吃料理通通一網打盡啊！這麼方便哦，很方便，就在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後埔商圈裡面。你知道後埔商圈也是非常值得慢慢逛、慢慢探索的商圈，因為這裡從唐代開始就有人居住，是台灣非常早的發展商圈。在清朝的時候，這裡甚至是政經中心。哇！以前的總兵署就在這裡耶。哇，難怪我們剛剛一到了之後，就看到很多這邊的建築還保有當年很有特色的歷史的樣貌。沒錯，有很多花磚，甚至有點異國風情的感覺。我在政經中心裡面設宴一桌，讓你吃到全部金門的美食。真是太感謝 Wendy 大姐了。對，橙子跟我來吧。是。圣旨到，惠臨小鹿接旨，免貴。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吾島珍饈中華佳肴，特賜總兵同宴，與爾共享。欽持。接旨，萬歲萬歲萬歲！謝主隆恩。哇，好有儀式感哦！今天誰也別想要打擾我們吃飯，因為我們這一場飯宴，這一場總兵宴是奉旨吃飯的，沒錯，對不對？好有儀式感哦！博洋哥，你是怎麼有這樣子的概念，想要把所有的小吃弄成一個總兵宴的概念呢？在金門，尤其我後埔是金城市區以前的舊城古地名。後埔最有名的一段歷史是清代的總兵。那從那個時候，整個後埔城區開始大發展，因為包含人口的遷入，包含教育、政治、經濟、文化，都在這個城區裡面。所以我們想要把歷史文化具象化。我透過餐，透過它的價值，包含剛才頒給2位的聖旨，是讓大家對於金門的某一段特殊的文化歷史背景有更深的體悟。後埔總兵宴最大的特色是，這間餐廳不煮任何東西。我們所有的餐點是來自於金門各大特色美食小吃店，客人預定的當下的可能您就位以前的10分鐘，他才剛送過來。那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有更沉浸式的感覺，所以我們連餐具都像是皇帝用，對，很有儀式感哎，包含整個場域。所以我們是希望客人在享用金門在地傳統美食的時候，它不再是小吃店那種氛圍。哎呀，在這麼多的金門小吃裡面，我必須說，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歡廣東粥。金門的廣東粥其實就是無米粥，熬到不見米粒的米湯。
真的好好吃。我覺得每一次吃到金門的廣東粥，就有一種整個人被暖和、暖心的感覺。同時，它增添了非常多食材的香氣，湯頭的那個大骨香真的是非常動人。你會有一种回到 baby 的時候，或是小朋友的时候，就是你家裡面媽媽或是阿嬤熬的那個大骨粥的那個味道，那個大骨的香氣瞬間把你帶回去你小時候，就是那個家傳的那個好滋味。沒錯，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美食最厲害的地方。但博洋哥，我不知道刈包也是屬於金門的傳統小吃嗎？很像。 但這不叫做刈包哦，這個叫做吼揪包，因為你在這邊看不到花生粉跟香菜。哦，对耶，沒有花生粉，沒有香菜。我們攝影師會很開心，他不愛吃香菜，沒有香菜。是有多不愛吃香菜？導演叫得很大聲。導演，我們有一位導演也不吃香菜。這道美食在金門叫做吼揪包，它的緣由是因為這個麵體是它在製作的過程加入很多的胡椒粉，那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要加入我們的尿塞吧。尿塞吧，它其實就叫做爪西肉。爪西肉制作這個3層肉的過程中，會先用滾水去油，去油以後再下鍋去油炸。那再經過一個長時間，可能4到6小時的滷制以後，這塊肉是非常入味的。哇，油油亮亮的，一定要肥瘦相間這樣子吃。好香哦。 老麵的麵皮沒話說，就是彈，就是扎實，就是 Q， 嚼下去的那個唇齒之間的回彈度非常舒適。裡面的肉它入味，但不是用鹹去入味，它是用鮮跟香去入味，所以吃下去不是用死鹹去替代說啊，我們不加香菜，不加花生粉，它不是用鹹去征服你。而且我覺得它的那個滷肉的油脂跟瘦肉的分布剛剛好，恰到好處。而且你咬下去的時候，它很大一個重點就是它不會有那個肉騷味。因為有時候我們吃滷肉的時候很害怕會有那種低汗味，但它完全沒有哎，它就是把那個滷汁的鎖在那個肉裡面，所以你咬下去的時候很 juicy， 然後又不會柴，然後那個肉香氣整個就散發出來，好讚哦。 這一道燕菜有一點點像是宜蘭的塞羅巴那種感覺，好像哦，就是還蠻多台灣的朋友來會這樣講。他這道菜品的由來是以前金門有一個很有錢的員外，在家中宴請3、5好友，像這樣子，結果大家金門以酒聞名嘛哈，就是酒酣耳熱，覺得意猶未盡，可是桌上的菜都被吃光了，那員外就吩咐大廚說，趕快再上2個菜，可是大廚就慘，因為廚房的東西已經被煮光了。 沒有食材了，平常可能會剩一些筍片啊什麼的，他就趕快用他的刀工，全部切成細絲。哦，那加上原本都會備的大骨湯，他就全部混在一起熬成一鍋類似這樣的一個清湯。結果一上桌，大家讚不絕口。所以員外說以後宴客一定要上這道菜，所以叫燕菜。拜託員外，對，以後每一次宴客的時候都一定要上這一道菜，它好清爽哦。對，它其實是非常清爽的一道菜。它看起來很密集，但是是用非常多的食材跟料去讓整個湯品感覺豐富。宴客一定要上這個，代表我們對客人的尊重。是，畢竟我們是奉旨吃飯的。沒錯。飯後甜品也不能少，這個很可愛，是豆仔粿。倒包啊個，那這個倒包啊個其實它的很像台灣的麻糬啊，可是它真正的做法緣由是娘惹糕的做法，東南亞一帶。因為很多人去南洋經商，對我們很多若番客回來以後會將它在南洋、新加坡、馬來西亞文萊看到的美食是帶回家鄉，但是他依稀記憶中只記得它的口感，所以我們這個又會跟娘惹糕稍微有一點點的差異，但是很好吃，非常好入口。這一個糕體粿的本身，個的本身一點都沒有那種甜膩感，它
非常的耐嚼，是那種慢慢嚼出滋味的米香，還有花生，其實是精髓，因為這個花生也沒有說用過甜的方式去，好像就是要征服你之類的，沒有，它是慢慢暈染開的花生粒。這個真的好特別哦！你在夾它的時候，你會覺得很像很黏，它會黏住你的筷子。但是你完全吃進去的時候，它完全不會黏在你嘴巴裡面，它就很滑順，就化開了這樣子。在這一個總兵宴的菜色當中啊，我真的是覺得樣樣精華，樣樣精髓。最重要的是，我們不用東奔西跑，真的就有被犒賞到的感覺。真的耶！对啊，太豐盛了。以一餐的時間，讓所有來到金門的好朋友們可以盡享金門美食。所以這個是不是真的有被犒賞到的感覺？真的有哎，真的是謝謝溫迪大人，謝謝博洋大人。